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红墙观察，我是真言。毁灭者，这是美国情报界的专业人士刚刚给习近平起的一个新绰号。他们对习近平抓捕张幼霞、刘振利评论说，这说明了习近平在管理解放军时的冷酷无情。领导人对敌人毫不留情是一回事，对朋友同样无情则是另一回事。2月20日，曾经担任过美国中情局助理副局长的韦德宁教授，在 X 平台上向粉丝们推荐了一篇分析文章。他介绍说，这是他过去在中情局的老搭档撰写的一篇出色分析。文章发表在《外交事务》杂志。韦德宁教授指出，对于他来说，这篇文章里有一段话非常关键，那就是抓捕张幼霞、刘振利，并不意味着习近平会在可能爆发的台海军事冲突问题上分心。相反，这恰恰表明了习近平是多么认真地确保军队为这种可能性做好准备。韦德宁教授在担任中情局助理副局长期间，负责对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情报进行分析。小布什政府期间，他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东亚事务高级主任。他还曾担任总统每日简报编辑，为期6年。这篇获得韦德宁教授推荐的文章有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标题：毁灭者习近平。文章的2位作者分别是秦江南，他曾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，并曾任中情局高级分析师；约翰·卡尔福曾在中情局任职35年，其中包括从2015年至2018年担任东亚国家情报官。这2位美国的资深情报界人士，首先回顾了习近平与张幼霞之间的渊源。习近平与张幼霞相识数十年，他们2人的父亲在中国惨烈的内战时期曾是并肩作战的战友。外界广泛认为，张幼霞是习近平在军队高层里最亲密的盟友。就在2022年，习近平在一系列针对其他高级领导人的清洗之后，他不仅允许张在超龄后继续留任，还将其提拔至军中的最高职位。经过这些铺垫之后，作者指出，因此对张幼霞的罢免最终说明了习近平对解放军信任之上。张被毫不体面的撤职，也说明了习近平在管理解放军时的冷酷无情。领导人对敌人毫不留情是一回事，对朋友同样无情则是另一回事。对于无数的中共高层来说，这2位美国专业分析人士的结论值得他们铭记在心。文章说，通过公开展示将张幼霞边缘化，习近平暴露了其政治风格的一个决定性特征：没有人是安全的，即便是与他有深厚私人关系的人。正如解放军报在张幼霞被免职次日所写，习近平的行动没有禁区。即便以习近平一贯强硬的统治标准来看，这也是中共政治中的一次地震式转变。作者随后提出一个很多人关心的问题：习近平为何在此时对张动手？文章指出，因为习近平本可以轻松等到明年，让张幼霞平静退休。毕竟75岁的张幼霞已远超68岁的非正式退休年龄，而下一届中共党代会每5年1次换届，距离现在仅约18个月。此时撤换张看起来很像习近平在2022年党代会上展示的政治力量。当时他让前任胡锦涛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强行带离会场，而习近平面无表情地看着这一过程。这2位资深情报界人士为外界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观察点，那就是谁有可能是习近平的接班人，那就是未来的中共中央军委是否会有文职成员出现。文章分析说，鉴于高层军官所剩无几，习近平的选择空间有限，他可能会增加文职成员比例。按照传统，只有当某人成为接班人时，才会设置第2名文职成员。因此，每当习近平任命一名文职进入中央军委，这个人就会被视为潜在的接班人。文章里还有一段话非常关键，那就是习近平对于军队存在着极大的戒心。
文章提到阿拉伯之春，当时习近平刚刚进入中共中央军委。作者指出，打破军队在关键时刻，尤其是在危险情况下抗拒党的命令的能力，对习近平而言至关重要。那么，习近平对中央军委的这种大清洗，对于台湾来讲意味着什么？作者在谈论了韦德宁教授前面引用的那句话后，指出习近平正在利用两岸相对平静的时机进行准备。文章指出，正如去年12月解放军在台湾周边进行的大规模军演所展示的，中共已经能够在不发动入侵的情况下，对台湾实施惩罚性行动。不过，作者最后指出，对习近平而言，真正的问题在于他能否写出一个至今未能完成的结局，打造一支既能绝对忠于党，又在作战水平上符合其严苛标准的军队。或许文章的标题正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。习近平扮演的是一个毁灭者的角色，在海内外华人网络上，人们将习近平称为加速师，这两个名字合起来就是毁灭中共的加速师。不过现在看上去，习近平显然遇到了无解的难题。中共军方在沉寂多日之后，从1月31日开始，在解放军报头版连续3天刊登所谓本报评论员文章，点名张又侠、刘振立，并进行政治表态。中共军方的这3篇文章是在外界舆论的强烈关注之后出现。很明显，网际网络舆论的强大声浪正迫使中共不得不连续做出回应。从目前情况看，海内外华人在与中共政府的博弈中正越来越占据上风。不管中共政府多么不情愿，在千百万人的网络围观、评论、转发之下，从习近平到各个喉舌，正不得不一次次随着舆论起舞，也一次次暴露更多的问题。谣言，世界上最古老的传媒。这本书的作者是卡普费雷，书中所说的谣言，其实就是我们平日的传闻。作者认为，这种传闻对于政治透明度有显著的好处。他说，传闻揭露秘密，提出假设，迫使当局开口说话。同时，谣传还对当局作为唯一权威性消息来源的地位提出异议。谣传揭露了人们丝毫未产生怀疑的事和某些隐藏的真相，从而增加了政治的透明度。在张又侠、刘振立被查事件中，社会上现象与这段描述完全一致。从网络上首先曝光出内幕消息，到中共不得不快速回应，网络消息正不断迫使习近平当局开口说话。在铺天盖地的网络传闻面前，中共面临着一个无解的难题。一方面，如果他们对传闻装聋作哑，那么等于彻底失去话语权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各种传闻在网络上呼啸。另一方面，假如他们对某一传闻做出回应，又等于告诉外界这是他们的要害和痛处，而且正所谓言多必失，外界又能从中读出他们的破绽。中共解放军报2月2日的评论员文章就暴露了习近平和中共的最高军事机密。解放军报这篇文章里，将张又侠、刘振立称之为拦路虎、绊脚石。这篇宣传文章本意是要批判张刘二人，但是客观上却等于对着习近平开炮。您琢磨一下，习近平身边这些落马的苗华、何卫东以及张又侠、刘振立，除了两面人、毒瘤、腐败分子，就是拦路虎、绊脚石。而且解放军报说，他们罪大恶极，将来要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作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习近平，你为什么要把这些毒瘤、腐败分子安插到如此重要的位置上？究竟是你糊涂透顶，还是你也是腐败分子？如果这些关键位置上的都是腐败分子、毒瘤、两面人、拦路虎、绊脚石，那么他们提拔的层层军官是不是也是类似角色？按照这种逻辑，整个军队里的要害位置都被腐败分子占据的时候，习近平作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，是否应该对此负全部责任？因此，习近平面临一盘无解的死棋。
中共军方对张又侠、刘振立等人批判的越猛，就等于对习近平批得越狠。他需要就上述问题做出回答，否则绝对难以服众。林彪逃跑后，以毛泽东当时的权力和地位，尚且需要向中共党内、军内回答这个问题，更何况今天的习近平呢？从解放军报的这篇文章看，习近平现在正面临军队内部的强大质疑。文章向全体官兵进行喊话，要求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的所谓重大决策的部署上来。这等于公开承认张又侠、刘振立被官宣落马已经超过1周，整个中共军队上上下下至今没有和习近平保持一致。中共军方喉舌这一番话，无疑是向全世界曝光了习近平的最大痛处，曝光了中共军队的最高军事机密。文章还要求全体军人要深刻认识什么规律大势，这话暗藏的意思是，全体军人在所谓的认识上存在问题，对抓了张又侠、刘振立存在巨大的反弹情绪。当军人大面积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，习近平面临的就是空前的危机，枪杆子不听指挥了。文章里要求全体军人把全部心思和精力放在强军胜战上，这就让人猜测，军人现在究竟把心思和精力放在什么地方？那些网络上随处可见的军队异动，各地不时传来的枪声、炮声，是不是与此有关？或者说，习近平担心军队受到了这些信息的影响，出现连锁反应？习近平这些年一直想要模仿前党魁进行自我造神运动，但是在抓捕的大批的军队高层之后，他猛地发现权力的基座已经被自己凿空。现在放眼望去，中共党内掌握实权的、真正能威胁到他的，只剩下蔡奇和王小红。按照中共的斗争逻辑，以习近平的所谓底线思维，这2个人以及张生民将很可能是他下一个目标。极度的不安全感会促使习近平将一切可能的威胁清零。几十年前，有一个人早就预见到了共产党最后非斗争制，只留他共党头子一人孤独存在不可的境地。蒋介石在他的消灭共产主义思想的根本方法中说，共匪的理论和他的人生都是反精神、反生命、反天理、反人性的，只认物质和强权，斗争复斗争，矛盾再矛盾，质变再质变，否定再否定。如此，最后非斗争制只留他共党头子一人孤独存在不可的境地。共产党这些万恶的定律，我以为到头来非是他们自作自受不可。这就是我国古训自作孽不可换的一定道理。好了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，点燃希望，为正义发声。感谢您关注红墙观察，我是真言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